欢迎来到壁话太多。今晚我们要聊一位真正靠自己打破剧本设定，从女配逆袭成主角的狠角色，他就是武则天。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所在的城市和此刻的时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如果你心中有特别想听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无论是帝王将相、诗人文豪，还是热点人物话题，都欢迎写在留言区。你的建议很可能成为下一期的故事主题，让我们一起把这个频道变成属于大家的助眠故事角落。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故事要从一个平平无奇的名字开始，武媚娘。唐太宗赐号武媚，后世讹称武媚娘。她不是生在豪门贵族，而是一个做木材生意的中产之家。家里虽然不缺钱，但在那个讲门第的年代，她这样的出身想在宫里混出来可太难了。她14岁进宫，是唐太宗李世民选妃时捎带进宫的宫女，一开始连名分都没有，宫中地位边缘，啥也不是。但这个女人不一样，不一般。她没急着出头，也没搞什么拉帮结派，反而在宫里读书、写字、练手段，像是个默默存档的女主角，把所有野心藏在温柔和安静背后。她不争，但记事；不闹，但观察。这可不是什么佛系，这叫蓄力。李世民身体越来越差时，他其实已经被皇帝逐渐注意到，但没来得及更进一步，皇帝就驾崩了。按照规矩，这批没生下皇帝孩子的宫女全都送去感业寺出家当尼姑。很多人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武媚娘也去了。这个武媚娘在宫里她没出头，在寺里她却等来了真正的命运转折。李世民死后，皇位传给了儿子李治，也就是唐高宗。偏偏李治小时候就见过武媚娘，两人本来就有些小情愫，没说出口。这下可好了，给重逢了。而且最关键的是，李治的皇后王氏和宠妃萧淑妃互相掐得飞起，天天那个闹啊，李治夹在中间头都大。他想起了那个温柔又沉稳的武媚娘，偷偷把她从感业寺接回宫中。一开始还不好意思搞得太明显，就安个名分，说她是个才人，再安排个僻静的宫殿。表面上看是宠爱，实际上是避风头。而武媚娘也没急，她最懂得看时机。王皇后看她回来了，感觉到有点威胁感，居然想拉她做同盟，去压萧淑妃。你以为武媚娘会傻傻的答应吗？哼，她表面配合，心里却在冷笑。这场三女争宠的宫斗，最后竟然变成了双妃联合弄掉皇后。但更绝的是，弄完对方后，武媚娘连盟友也没放过。她一步步算准每个人的软肋，最后连唐高宗也成了她的工具人。李治原本是个偏软的皇帝，身体又不好，每天被政务搞得头晕眼花，渐渐的政事全都让武媚娘处理。他也乐得清闲，甚至觉得哎呀，我老婆真贤内助。而外朝那些官员一开始是瞧不起他的，谁想一个宫里出来的女人懂什么政治？但很快他们发现，武媚娘不但懂，还管得比皇帝还细致，处理起大事来滴水不漏。她不是一味追求杀伐，而是灵活用人。你是忠臣，她提拔你；你心怀不轨，她也不是马上砍你脑袋，而是放着你自己出错。她懂得如何不动声色地收网，让对方主动跳坑。她不是天降猛女，是一步步修炼出来的怪物天才。在她眼里，情感和人心全都是棋子。
他可以流泪，可以示弱，但一转身就能安排你去西北戍边，永远回不来。他动手之前，先让你以为你赢了；他要你死时，先送你一场梦。到了李治病重之际，朝中已然有了2个皇帝，一个在名义上做龙椅，另一个在实际操作上调度国家。这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他压根不稀罕宠妃这个称号，他的野心远超后宫，也不是想做那个所谓母仪天下的皇后，而是要把天下握在手里，冠以自己的名字。所以当他真的登上皇后之位，又一步步把李治架空之后，你会发现宫廷里那些看似风轻云淡的日子，其实每一天都在算计与反算计之间滚烫发酵。他安排亲信，控制中书省，接触各地刺史，连情报系统都建立起来。这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长期铺路。皇后、摄政、太后，每一个身份他都穿得得心应手，但他真正想穿的是皇帝的那件龙袍。而这件龙袍，他不是偷穿，也不是借穿，而是名正言顺从天下人手里拿过来的。这个女人从尼姑庵里走出来，走到了皇宫的权力核心。她用温柔换时间，用隐忍换机会，最后走到所有男人不敢想象的地方。而在她走进真正的帝王之路时，历史才刚刚翻开那页最诡异的篇章。她坐上皇后宝座那天，后宫一片安静，外朝却在暗流涌动。有人庆祝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也有人知道这才是刚刚开始。皇后的权力虽然不小，但对她来说不够。皇后终归还是辅佐者，而她想要的是主导一切。唐高宗李治当时的状态，说好听点是温和，说实话就是拿不出主心骨。他身体越来越虚，精神也渐渐涣散，朝政上开始依赖武后。最初他是真的信任他，觉得自己选对了人，可时间久了，他发现自己已经插不进正式的话题，甚至朝臣见了武后比见他还恭敬。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在朝廷安插了大批亲信，不管是张柬之、裴炎这种文官，还是军中将领，哪个不是他手中一颗棋？他表面温顺，实际把整个朝堂调度得像他的私人公司。李治发现自己慢慢成了个摆设，但他没有力气反抗，也没有人支持他反抗。他开始掌管政事堂，逐步绕开皇帝的名义，直接发号施令。很多诏令最后虽然盖的是李治的章，但内容都出自他的手。他不是像以前那样参政，而是把政权整个搬到自己办公室处理了。外朝百官心里门清，但没有人敢明说，毕竟他的手段人尽皆知。再往后就是那个标志性事件，立皇嗣。他亲手逼着李治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李弘立为太子。注意，这个逼不是威胁，而是安排的你只能答应。李治心里早有提防，但又找不到反驳的借口，只好顺着他的节奏走。可没过几年，这个太子突然暴毙，原因不明，没人敢查，也没人敢提。之后几个儿子立了又废，废了又换，像是在走一个提前写好的剧本。谁都知道他不是真心想让儿子们接班，而是在走过场，等一个他自己能直接上位的时间点。与此同时，他开始动用情报系统，布下天罗地网，尤其针对朝中的老臣与意见者，比如那个敢当面劝他归正于皇帝的宰相褚遂良，就被他贬官冷落，直到死在荒郡。只要你不顺他意，不用他亲自动手，就有无数双手帮他清场。而最令人胆寒的是，
他开始整治佛教和道教势力。别忘了，他当初可是从尼姑庵里回来的，可他从不迷信，也不容他人迷信。他把宗教当作权力工具，谁听话就供着你，谁想用神佛对抗他，就别怪他动手。很多方士、和尚、道士神神叨叨讲什么天命难违，第二天就消失了。他还搞了一个感应道交的仪式，宣称自己是受观音菩萨托梦选中的女圣人，甚至弄出无上皇的说法。这不是迷信，而是精准舆论战。他知道老百姓听不懂朝政斗争，但听得懂天命神选，所以他干脆自封神女，以宗教的名义给自己加冕。他也知道自己身份特殊，想要让天下接受一个女皇，不靠传统路径是没戏的。于是他另辟蹊径，塑造出一种武则天是天意的叙事，让反对他的声音变成逆天。而当你把对手放在你是人，我是神的维度上，那这个对决压根儿就没法比。李治看着他越来越锋芒毕露，心里怕也烦，但他动不了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孩子身上。他暗中培养儿子，试图在病重前安排接班，可每次计划一有苗头，都会被他轻描淡写的瓦解。他像一个走钢丝的人，每一步都精准到毫米，既不让你抓住把柄，也不让你看清下一步。等李治死后，朝中已经没有人能制衡他。按照规矩，应该由太子继位，他做太后辅政，但他根本不按套路来。他不只是垂帘听政，而是直接在幕后发号施令，所有奏折都送到他案头，披红圈蓝，处理得比皇帝还皇帝。百官心里其实已经默认他才是真正掌权的人了，但碍于制度还不能明说，于是他就开始下一步，名正言顺。他先让小皇帝退位，再立新皇，再废新皇，把皇位像走马灯一样转了3-4手，直到所有人都觉得还不如他自己来当。然后他就顺势登基，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正式承认的女皇帝。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篡位，而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重构。他彻底打破了天下由男子掌控的传统，告诉全天下，女人不只是能辅政，能母仪天下，她也能称帝，也能独揽江山。而这一步走得看似顺畅，其实处处是刀尖。他不靠任何人让位，也不搞摄政称帝那一套虚头巴脑的外壳，而是干脆利落的登基，自创周朝，连年号都换了。很多人不服，私下议论，但谁也动不了他。他对反对者没有半点心软，用酷吏，用密探，用告密文化震慑整个朝堂。他不是不讲法，而是自己制定法。他知道女人称帝本就挑战旧秩序，那就干脆连旧秩序一起推翻。可就在他即位的那一年，另一个决定也悄悄被定下，为自己修一块无字碑，立碑不刻字，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没人明白他的用意，连最亲近的大臣也搞不懂，但他只是说了一句，后人评说，一个打破常规的女人留下一个无法解释的碑。有人说她太自信，觉得自己功绩不需要解释；有人说她太心虚，担心写了将来被泼脏水；也有人说她只是不想让别人定义她的人生。但那块碑真的只是空碑吗？还是她早就埋下了另一个伏笔，等着1000年之后的我们去解读他的无声胜有声。他的帝国刚刚建立，一切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底下暗礁遍布，外有边患，内有反叛，还有数不清的不服气。很多人心里都认定，
女人称帝不过是风头一时，早晚要翻船。但武则天最擅长的就是在风暴来临之前先把风调好，先下手为强。她最先动手的不是反贼，而是制度。她重设科举，打破士族垄断，开始大范围提拔寒门子弟。以前想当官得靠家世，现在他告诉你，只要你会写、会背、会考试，他就能让你上位。这一招直接撬动了整个士族根基，同时收买了大批平民出身的新士人。他知道自己想坐稳这个皇位，必须让更多人觉得跟着他有好处、有肉吃。他砍掉旧贵族的利益，另起炉灶，拉起一个新中产班子，他们没有背景，没有根基，唯他是命。这群人拼命表现，卖命办差，而他呢，只需坐在上面稳稳收网。当然，这种大规模换血引来了强烈反弹，传统士族开始集结，搞道德反击战，什么阴阳失调、女主为王、天下必乱的鬼话层出不穷，暗地里联合宫内外势力想要逼他退位。他不慌，甚至笑着看你演戏。他早就安排好了护法天团，其中领头的就是著名酷吏来俊臣。这个人如果放今天，绝对是个心理学大师，懂得怎么通过暗示、诱导、构陷，让对手自己跳进坑里。来俊臣主导的告密系统简直堪比一场全民狼人杀。谁说了一句不对劲的话，哪怕是今天天气真阴，都能被解读成阴盛阳衰，暗指女皇不祥。被告的人先是秘密传唤，再是剥皮抽筋式审问，最后搞个莫须有罪名拖去斩首。杀一人震万人，人人自危，谁还敢乱讲话？但他不是纯靠恐吓治国，他还有另一面。他大力发展农业、水利，减免赋税，百姓生活比李治在位时还稳定。他明白，皇帝不是靠权谋坐稳的，是靠让老百姓吃饱、活得久，才有资格长期执政。所以他的铁腕和磁政总是一起用，一冷一热，拿捏得死死的。而在后宫，他也不是躺平，他从不沉迷享乐，更没把宫廷当成秀场。后宫是他的资源池，他从中挑人培养，有的是政治联姻用的，有的是情报传递用的，还有的是让对手以为他分心的烟雾弹。而他自己呢，早起批奏章，晚上听汇报，简直比朝中最卷的大臣还敬业。他情商之高，更懂得调气氛。当政局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时，他突然来一场全国性的大赦或者佛事法会，放人减罪，开坛布施，搞得那是天下一片大祥和，百姓一感动，直接就忘了昨天刚被抄了家。他还特别善于造神，不是神化自己，而是不断制造祥瑞来巩固自己是天命所归的认知。比如突然从黄河里打捞出一块圣石，上书女主当心，或者某地天降五彩祥云，民间传他梦见菩萨点将，真假无从考证，但传播效率奇高，大家愿意信，政权就稳了。但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他能一直掌控节奏，而节奏最怕的就是人。人是变数，尤其是有血缘、有权欲的儿子们。他的儿子李显、李旦轮番被立为太子，轮番出事儿。李显被废、被留、被立，最后变成一个满身包袱的傀儡。李旦则聪明多了，装傻到底，不争不抢，才勉强保住性命。他很清楚，皇位这个东西不传出去就没有后患，但真传出去了，就是明天的敌人。所以他一直在养太子，又控太子，甚至有人说他压根儿就没想把江山还给唐家，而是准备把武周传给自己外孙。这时候
天下的声音开始出现了微妙变化。一方面，人们开始习惯女皇；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怀念前朝，觉得还是男人当皇帝靠谱。而他也老了，眼睛开始模糊，身体开始虚弱。他听得见那些窃窃私语，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坐着那张龙椅，可他不想被别人写结局，于是他做了那个决定，给自己立一块碑，碑身高耸，气势非凡，名曰无字碑。当工匠问他要刻什么字时，他只说了一句：后人自有评说。就这6个字，让整个中国史学界困扰了上千年。他不是不写，而是不肯写，更不是不会写。他最懂写东西，懂字怎么用，用哪种修辞能传几代人。可他偏偏空着，让人怎么也读不出他的本意。历史学家试着套用谦虚说、自信说、怕篡改说、避争议说，全都对又都不对，因为他想留下的是悬念本身。一个终其一生追求权力，打破性别束缚，让无数人又敬又怕的女人，为什么在最后选择沉默？这不是简单的空白，而是她最用力的一次表达。这块碑立在乾陵前，直面风雨霜雪，千年无人敢随意加字，他就站在那里，像他一样，什么都不说，却什么都在说。他退位那天，没有仪式，没有告别。一个女人从权力巅峰安静走下，只留下无字碑挺立在那儿，不解释，不交代，仿佛整个人从历史里抽身，像从未参与，却又留下巨大回响。可现实不会放过他。退位后，他仍住在上阳宫，仍旧掌握朝中情报，谁做了什么，他比现任皇帝还清楚。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年近80，外人以为他老了，退了。其实他只是换了种姿态看天下。朝中形势又变，唐中宗李显复位，可这位皇帝当了傀儡太久，早就没有独立执政的肌肉，重回帝位却像被架着演戏。他想亲政，身边人却只听太后那边来的指示。他是皇帝，但不是主角。而武则天虽已不再称帝，却像一尊还未熄火的神，光是存在就让人敬畏。那些曾经站在他对立面的老臣，还活着的不敢吭声，早已习惯了他的节奏。新上来的年轻官员则把他当成一座活化石，不知道该怎么接招。他像一块压在唐朝脊梁上的石头，沉重却无法移除。但他知道这一局走到这儿也差不多了。他不是不想继续，而是已经不需要再动手。一生的布局已经完成，剩下的是看别人怎么收场。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渐渐听力、视力、行动力都在下降，病痛逐渐成为他生活的全部背景。朝廷中开始有人蠢蠢欲动，新贵崛起，旧臣回朝，一股复唐的情绪在升温。人们开始怀旧，怀念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怀念李治的初唐风气，而对武周开始避谈、淡化，甚至贬低。历史正在准备翻篇，而他还没死。他听得见风声，也能感受到冷意，很多事他不再管，但他并不糊涂。某天清晨，他吩咐宫女把无字碑拓印下来，再看一遍。这时候连贴身宫女都忍不住问：陛下，您真的不留一个字吗？他笑了笑说：写了也会被改，不如不写。这不是放弃表达，而是对历史最大的不信任。他知道的太多，见过太多。当初李世民的功绩那么辉煌，史书里也被反复修剪，
更何况她一个出阁的女皇，她不相信后人能还原真实的她，于是她干脆不让任何人有机会添油加醋。但世人怎么可能放过一个谜？无字碑立起的第二天，猜测就已经开始流传。有人说，那其实不是空白，而是用特别工艺刻下密文，只在某个特定角度才能读出来。有的人说，那是他藏起的罪录，不刻是怕被后人抓把柄。还有人说，那根本不是留给他自己的，而是一个时代的墓志铭。而朝中的权力游戏也并未因他退位而结束。李显复位后，身边女人开始插手政务，尤其是韦皇后，仿佛复制粘贴她当年崛起的路子。韦皇后一边讨好太后，一边扶持外戚，甚至开始打压李家宗亲。朝中私下都在议论，这是另一个武则天要崛起了，而他只是冷眼看着。他太清楚这种套路，从一抹温柔眼神开始，到一个个被安排的亲信，再到旁敲侧击拿掉异己，最终连皇帝都变成手下人。他当初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不说破，也不干涉，因为他知道结局早就写好了。果然，几年之后，李显突然死了。史书写的是暴病而亡，但宫里的人心里都明白，那不是自然死亡。而紧接着，韦皇后开始准备效仿太后称帝。她搞摄政听政的说法，开始安排朝臣站队，甚至准备重走五州旧路。这时候，太平公主和张柬之出手了，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斩杀韦皇后一派，重新拥立李旦，也就是睿宗登基。一场改朝换代的骨头，硬是从武家的肉里割了出去。而在这场政变中，武则天没有发声，也无法发声。她躺在床榻上，眼睛望着屋顶，仿佛早已看穿这一切。过不了多久，她去世，朝廷给她安上了则天大圣皇帝的尊号，但同时也宣布废除五州，恢复唐朝。她一手创立的国号被一纸诏书打回原点。她当了几十年的皇帝，被史书标注为女主摄政。可那块碑还在，她自己立下的那块无字碑依旧矗立在乾陵前，像一根钉子钉进历史心脏。朝代可以改，史书可以修，评价可以翻，但没人敢动那块碑。甚至有人说，那块碑之所以无人敢篡改，不是因为敬仰，而是因为害怕。害怕他在碑里藏了什么秘密，或者害怕一旦动了它，会引出另一个武则天。那块碑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无法忽略又不敢直视的象征。他死后没留下自传，没留下回忆录，就像他活着时那句“后人自有评说”。他明知评说无法控制，却偏要放手不写，把解释权交给未来。也许他不是想让人理解他，而是想让所有人都活在试图理解他的过程中。而这一点，没人能复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无字碑立起来的那年，朝中风声鹤唳，江湖议论纷纷。碑就在乾陵前，5丈高，3丈宽，像一堵沉默的石墙，没有只言片语，却压得所有文人都说不出话来。那一刻，无数士大夫站在碑前，陷入迷思：他到底是太骄傲，还是太谨慎？是太笃定，还是太犹豫？而事实上，武则天的那块空白，正是他最清醒的一招。他太懂文人笔下的利刃，史官们一个个自诩笔墨如山河，却早已被权力玩得明明白白。他知道，一旦自己动笔，后人便可借原话进行反击；而一旦他不写，谁都只能猜，谁也说不准。他不给结论，只给疑问，反而让自己成了历史上最难评价却最难忽略的人物之一。
他不像李世民那样有贞观之治的光环，不像刘邦那样以草根崛起自居，他也不刻意留下千秋功绩的口号，而是静静地让碑空着，让话题自己发酵。这在那个讲究名正言顺的年代，简直就是挑衅。要知道，从秦始皇开始，帝王死后，哪个不是碑文洋洋洒洒，动辄3000字，什么天命所归、仁政威武，都写满一整页纸。而他，一个女皇帝，竟敢一句不留，叫后人自己去猜，太狂了，狂得优雅，狂得高明。可这事不是谁都能玩得起。比如他之后的皇帝唐中宗李显，死后碑文多得要命，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做过哪些善政。再比如他的前任唐高宗李治，留了一堆仁孝之名的文辞，却没人记得他真正的政绩，反而是他，一个被骂了1000年、猜了1000年的人，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而在民间，无字碑的神秘感被不断放大。有人说，夜深时在碑前烧香，可以梦见武则天本人。有人说，碑里藏着秘密机关，真正的遗言被封在石中，只等有缘人解开。更有甚者，传言这碑是他与天打赌的见证，赌1000年后是否有人能真正理解他。但朝廷可不喜欢这种解读风，几个好事的士子试图写碑文补上空白，结果没几天就莫名失踪。朝廷明面不承认，却也不否认，干脆对外放话，不许乱加字。这块碑成了唯一一个禁止创作的空间，任你才华横溢也不能碰。他用沉默塑造了一场盛大的喧哗，人人都想填补那空白，人人都怕填错了被历史打脸。他不解释，也不给准话，只是让你一直猜，一直试图去靠近，可就是够不着。但你以为他只是在玩文字游戏，其实他早就知道，历史是写给活人看的。碑上的字，不管写得多漂亮，活人看不懂也白搭。但一块空碑，只要你还活着，就永远会想为什么。这种不断延续的好奇心，才是他留给历史最精准的钩子。而这钩子勾的不只是史官，还有所有权力者。你今天登基，是不是也想立个碑？你想写什么？夸自己，怕别人笑你夸大；不写，怕别人说你心虚。哪条路都不稳，只有武则天那条最绝。我什么都不说，但我早就什么都安排好了。而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块石碑，还有他亲手打造的制度遗产。他改革科举，留下了殿试制度，让寒门子弟有了更多入仕可能。他整顿吏治，搞政绩考核，虽然形式主义重了点，但也确实提高了地方效率。他设置告密制，虽然手段阴狠，却成了后朝防政变的模板。这些制度在他死后也没能立刻清除。很多皇帝嘴上说清除武则天余毒，转头还得继续用他那套官僚逻辑。他的影子扫不掉，压不死，反而渗进了整个唐朝的骨架里。而这才是他的高明之处。他不是靠一块碑流传后世，而是把自己拆成制度，制度变成常规，常规再进化成历史习惯。到最后，连讨厌他的人都在照着他的模式治理国家，却不敢承认。无字碑只是他留给我们最直观的谜面，真正的谜底其实是他早就预判了所有评价的起点和终点。他根本不在意你怎么说他，只在意你永远离不开他这个话题。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坐在屏幕前猜他、聊他、写他、演他，不就是他早就算计好的一部分吗？你以为你在评他，其实
你已经掉进他设好的思维陷阱里，越挣扎陷得越深，而这就是他留下的千古最大谜团的真正魅力。乾陵的风刮了上千年，吹不动那块碑上一丝字迹，碑人空着，立在山坡正中，不偏不倚，不迎不送。但他生前的那个决定，不留一字，早已不只是个风格选择，而变成一场政治动作，一场关于权力、身份、评价乃至死亡的巨大博弈。在那个一字一句都要斟酌、碑文动辄千言的时代，一个帝王主动选择留白，这是多么危险的决定！没有人为他盖棺，没有人为他定论，他把这个责任扔给了后人。可历史这东西越模糊越吸引人，想要看清，而越想看清越迷失。史官们起初根本无从下笔，正史里硬塞了一句“武士无字碑，不敢加评”。私下的笔记野史却开始出现五花八门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妖后附体，有人说他是女菩萨转世，有人说他曾试图留下遗言，但被太平公主阻止。这些版本在坊间越传越离谱，甚至有人传他根本没死，只是归隐山林，无字碑是他给自己的假死凭证。而对权力本身更敏感的那些人，则看出其中的深意。碑文是帝王权力的延续工具，你活着时掌握实权，死后就靠着几千字延续影响。而武则天放弃这个工具，说明她已经不需要靠字来维持形象。她一生所做早已植入朝堂结构、百姓记忆、制度、规则，写不写字都已经无所谓。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后设意识的皇帝，他知道写下的东西一定会被曲解，所以干脆不写，让人无法篡改。他也知道沉默本身就是表达，所以越空越让人思考。于是那块无字碑就变成了所有解读的容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连狄仁杰这样的老谋深算之人也不曾劝他补上碑文。狄仁杰不是不敢劝，而是看懂了他的思路。他知道武则天立的不是一块功德碑，而是一道给后人的考题。武则天不想给答案，她想看这个国家自己怎么找答案。而更隐秘的是，她也许真的想用这块碑来保护真实的自己。你写了字就会留下弱点，你留下评语就有了对错，可你什么都不写，就没有漏洞，就没有把柄。那就像他一生最大的防御术，不动声色，万箭难穿。无字碑也许不是留白，而是反写。他不把字刻在碑面，而是刻进了人心，让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自己脑补，自己揣摩，最后变成他的共谋者。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控制方式。他不管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但只要你一提武则天，你就得面对他设下的那个空白。而我们说了半天，还没真正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其实这问题本身也许就是陷阱，他根本不在乎为什么，他在乎的是你会不会一直问。他不是要你找到答案，他是要你别停下寻找的过程。就像有个被流放到岭南的小吏在笔记里写道：彼时臣至乾陵，见碑致立，空而不语，忽闻风声如南雨，似有言曰：我在此，未曾离。这段话真假已不可考，但它流传下来却比任何官方碑文都更动人。也许他想说的就是这个：我在，我还在，我没有离开。他死后，很多人以为他的故事可以被定调。唐朝恢复，女皇被删名，连年号都撤销，史官开始统一口径。但真正诡异的是，越是删越是忘不了。
越是压制他的痕迹，越是让人想起他的影子，他成了历史上越压越红的代表人物。连宋代的司马光都忍不住在《资治通鉴》里大篇幅地写他，表面上批评他僭越理智，实际上对他的掌控力和战略眼光却满是敬意。更不用说后来的野史、评书、戏剧，几乎每一代人都要重新翻出他的故事，重新诠释一遍他的无字。甚至在明清小说里，武则天都被赋予机关算尽、情感深沉、亦正亦邪的标签，变成一个非典型女帝的标配形象。你可以说她阴狠，也可以说她大智若愚，但你不能否认，她的存在已经超越了一个人的范畴，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力量。无字碑就是她给这股力量盖的章，它不是终点，而是接口，连接着古代、现在、未来所有想理解它、模仿它、质疑它的人。历史没给他定性，他就自己动手写下一个永远没写完的空格，而你我只能一直围着这个空格打转，以为是在读它，实则是在暴露自己。如果说无字碑是武则天留给历史的谜，那狄仁杰就是他留在世上的谜中解码器。但遗憾的是，即便是他，恐怕也未必知道那块碑背后到底藏了多少没说完的话。很多人对狄仁杰的印象来自各种影视剧，智勇双全，破案如神，简直是唐代福尔摩斯。但真实历史上的他，其实是个不太好笑的严肃派官员，谨慎老练，懂政治胜过懂推理。狄仁杰原本是武则天看中的臣子之一，他最大的本事不是查案，而是会站队、会说话、会退一步。这三样能力在武则天手下尤为重要。你得会听懂他说一半留一半的暗示，你得懂他什么时候需要配合，什么时候希望你跳出来唱反调。而狄仁杰恰恰是这类人里最靠谱的那一个。他不是武则天的傀儡，而是他的缓冲带。当外朝意见太激烈，他就放狄仁杰去，代表朝臣说几句。当后宫风声紧张，他又安排狄仁杰出巡查证。他就像一块润滑油，不参与对抗，却能让所有棘手的局势缓一缓，顺一顺。但正因为如此，他和无字碑之间的关系才显得耐人寻味。以他的位置，完全可以提笔为女皇立碑文，可他始终没动，连只言片语都没留下，甚至生前都没在公开场合谈过立碑之事。有种说法是，他其实早有准备，但武则天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刻字。也有人说是他亲自建议不写字，理由是留白更胜留言。我们无法考证哪种说法靠谱，但可以肯定的是，狄仁杰一定参与了这个决定，至少他默许了这个不写。这背后是什么心理？是忠心，是谨慎，还是对女皇的敬畏？狄仁杰比谁都清楚，武则天不是希望后人用一个伟大或失败的词来定义他，而是希望所有人绕着他走一圈后，发现根本找不到出口。立字反而是套住自己，而他活着就是为了解套。但你以为狄仁杰就真的没说？也不尽然。他在死前曾写过一份私人手札，里面有句话：帝王之事，功过难定，言之则易毁，不言则永存。这8个字后来被传得神乎其神，很多人认为这是他在暗示无字碑的意义，不说才不会被毁，空白反而更有力量。这是一种非常武则天式的智慧，不是说真话，而是不说；不是沉默，是用沉默掌握解释权。狄仁杰深得其意，所以能活、能生、能被信任。别忘了，
在那个动不动就被酷吏清洗的朝代，能在女皇身边活着升官，已经是顶级能力的体现。但狄仁杰也不是永远顺从，他曾多次冒着风险劝谏女皇，比如反对他立武三思为储君，提醒他不要重用佞臣，甚至劝他归正于李氏。这些话别人一说，立刻脑袋搬家。他说了却还活着，这不是因为他特别有命，而是因为他说的刚刚好，有分寸，有底线，有人情味。而武则天也从不真的迁怒于他，他一边嘴上说你又来烦我，一边却按他说的事改政策。这种打是亲骂是爱的政坛默契，换成任何一个不懂他的人都活不过3个月。狄仁杰能从洛阳做到凤阁相国，靠的不是破奇案，而是破新案。他是唯一一个能直视武则天眼睛还不被吓退的人。很多大臣见到他眼神发冷，就立刻换话题。狄仁杰偏偏一句不落的讲完后还敢补一句：“臣言尽于此，成败自断。”而这种人正是武则天最稀缺的，懂他，不怕他，还能点醒他。在无字碑面前，他没有写下任何评语，却留下了一个极其精巧的伏笔。他主导修建了武则天陵墓乾陵的整体布局，特意设计成天圆地方龙穴藏风的格局，据说是根据易经卦象来定的。这个设计不只是风水，更是一种立场。他用空间语言给了女皇一个评价：它不属于历史常规，它不走寻常命数，它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变数。连陵墓都不能照套，只能另起一格。墓是异形的，碑是无字的，正史是模糊的。而狄仁杰就是那个有意让这一切模糊的人。不是他不懂史书的重要性，而是他更懂什么才会活得更久。一篇碑文再华丽，抵不过一个让人永远解不开的谜。他可能早就知道，终有一日天下人会站在那块空白前，想起那个敢称帝的女人，也会想起那个曾在他身边保持清醒的人。所以狄仁杰最后留下的最大贡献，不是破了多少案，不是查了多少摊，而是他让这个谜活了下来。他没有给谜语答案，但他守住了谜语本身。如果说宫廷里藏的是刀，那政坛藏的就是物。武则天退位后，那股被压抑多年的复辟情绪开始悄然滋生。唐中宗李显复位，但他不是那个能扛得起大局的男人。太多年的傀儡生活已经让他习惯了听指令、看颜色、照剧本，而不是做决定。他不是个皇帝，更像一个失而复得的角色演员。这个时候的朝堂，表面是李显坐在龙椅上，实际权力四分五裂。太平公主一边，武三思一派，外戚集团另起炉灶，还有太后武则天遗留下来的一批旧臣，余势未退。看起来像是百花齐放，实则像一锅快要炸开的油锅。谁都想下菜，可谁也不敢靠得太近。但这个局面最微妙的地方在于，武则天虽然不在了，她的影子还在。那块无字碑立在那里，每个进乾陵祭拜的官员都要在碑前低头3次，不是因为碑文，而是因为无法开口。他虽然没有刻字，但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个可以把权力玩出花的人，而他留下的政局结构像个封印，谁想改谁先出事。李显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是复辟者，而是过渡者。他一边想要恢复李氏正统，一边又要安抚武氏旧部，一边还要防着身边女人把他架空。尤其是韦皇后，一个活脱脱女皇2代培训班优秀毕业生，太会装，太懂套路，一看就是深得女帝真传。韦皇后一边对李显温柔伺候，一边暗中网罗党羽，甚至在宫里秘密设立情报通道，
模仿武则天当年的内线系统。他不是要协助皇帝，而是要复制一个属于自己的武周 2.0。而他的野心很快就在一件事上暴露，他想自己称帝，不是摄政，不是辅政，而是女主为尊，从幕后走到台前。这时候他已经在朝中安插了大批心腹，甚至拉拢太平公主。别忘了，太平公主虽是武则天的女儿，但她的野心也从未小过。两人之间表面姐妹，实则试探不断。李显这个时候彻底成了一个边缘人，每天早上退朝后，他连今天早上谁上奏谁反对都搞不清楚，韦皇后却能滔滔不绝地复盘整场朝议。他想插嘴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史书记载，当时宫中太监上谏多言，必先询皇后意见，这在传统帝制下简直是天大的警训。可更离谱的是，李显知道这一切，却依旧无力反抗。他不是不想，而是不会。太久没自己做决定的人，就像脱了缰的纸马，没方向，没胆量。他试图找旧臣倾诉，结果被一句圣上多虑堵了回来。他找太平公主帮忙，太平却说宫中之事还是陛下自己把握。就在这僵局之中，突然有一天，李显暴毙，史书记饮食之间气绝而亡，但朝野无人相信这是自然死亡。太医诊断模糊，韦皇后表现平静，太平公主一脸镇定。这种全员心照不宣的氛围，反而让真相更可怕。李显尸骨未寒，韦皇后便开始布局，试图垂帘听政，甚至有传言说他已经秘密起草了登基诏书。他准备立自己侄子为中间皇帝，当个过渡牌，然后再把位子接过来，妥妥的权力代持。他甚至在内宫设立文德殿，模仿当年武则天临朝的场景，把一整套复刻帝制流程搬了过来。只是他没料到，武则天当年能成功，不是靠模仿，而是靠把所有变量踩在脚下，而他是在玩一个自己都掌控不了的局。太平公主和张柬之见势不对，干脆联手发动政变。那一夜宫灯未灭，禁军悄然换岗，一切来得快又狠。第二天一早，朝中公布韦皇后谋逆，立即赐死，党羽尽数清除，另立李旦为帝，也就是唐睿宗。一场政变把武后死后几年堆积的政治浓雾一扫而光，但谁都知道雾散了，风还在，而那个风的源头正是乾陵前的那块碑。韦皇后失败的原因不只是模仿武则天，而是只学了皮，不懂魂。武则天之所以能成，是因为她能判断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用人，什么时候杀人，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闭嘴。而韦皇后只会照着套路走流程，根本没搞懂无字的力量远远大于多字。她想写字，却没那个笔；她想称帝，却没那个胆。她把女皇的形式学得挺像，却没一点女皇的骨头。而就在她死后，太平公主站在乾陵前，面对那块无字碑，沉默了整整一炷香。有传言说，她那天轻声说了一句：“母亲，你写的我看懂了。”是真是假，无人可证。但从那天开始，太平公主再没参与政务，也没再提过登基。她比任何人都明白，那块碑不只是母亲的封印，也是对他们这类人的警告。地位可以夺，权力可以拿，但你未必撑得起那份空白。无字碑耸立千年，不动声色，却引得后人议论不休。越是沉默，越是叫人好奇；越是空白，越是欲盖弥彰。
而真正把这块碑推上神坛的，不是朝廷，也不是史官，而是后来的读书人、写书人、评书人。他们一代接一代围绕那块石碑演绎、加工、揣测，像围着篝火讲神话，只不过这火不灭，话也说不完。在士大夫眼中，武则天的无字碑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他们要么想给他补字，要么想给他划句号。毕竟一个女人当皇帝，还是破天荒的真皇帝，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就像一根刺。你说她贤明吧，她杀人如麻；你说她狠毒吧，她又确实让天下稳定了几十年。最关键的是，她不是一个可控的符号，不像历代忠臣孝子那样简单干净，一两句评价就能盖章入史。它太复杂，复杂的让人不敢直接定性，只能绕着说。于是它变成了一个模糊形象，在正史中微妙的存在，在野史中被不断放大。宋代之后，批判它的声音渐渐变多。一方面是理学盛行，讲究纲常伦理，女人称帝这事怎么看都天理不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越没人能解释清它，越容易被当成靶子。史书里开始出现女祸、妖后、阴谋家这些标签，甚至连他改革制度的动机也被说成是为夺权而非为政务。但你越想把它按进某个框，它越不合适。你说他妒忌成性，他偏偏能提拔张柬之这种顶着骂名劝他还政的人。你说他疑心太重，可他对狄仁杰又信得过头。你说他苛政酷吏，却又是大力减税、注重民生的改革者。他身上总是正反两面交织，让人没法痛骂，也无法大夸。而到了元、明、清三代，这种模糊被进一步推到极致，武则天成了文人最想写又最怕写的题材。一边怕触动朝廷禁忌，一边又忍不住要在话本小说、戏台说唱中大书特书，什么狄仁杰断案、武后托梦、神碑有字、武皇还魂，版本数不清，内容五花八门。比如有一部明代小说，就写他晚年悔过，自感杀戮过多，于是托梦命人将他的事迹写在无字碑中，结果每次刻字都会自动消失，最后只留下碑体。这种神话消字的版本听上去荒唐，但却最受欢迎，因为它让空白变得合理，又保留了神秘。清代话本里更离谱，直接写他未死，而是借尸还魂，潜入宫廷，暗中辅佐朝政。还有说他其实是天界谪仙，下凡成帝，完成天命，再回归天庭。这种版本不求逻辑，只求传奇，讲的不是历史，而是一种人间之外的传说。而在这些版本里，唯一不变的就是那块无字碑的神秘性，它不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个开不了口的记录者。只要他在，武则天的故事就能续写；只要他没倒，历史就不能把它真正盖棺。这种传播方式其实比任何碑文都长寿。你写再多文字，也会被风雨侵蚀，被人篡改，被朝代过滤。但你不写，让每一代人都来解读，来补全，这本身就是一种永动机。武则天不是留了一段话，而是开启了一种话题。而最讽刺的是，正是那些极力批评他的人，反而让他的形象越发丰满。他们越试图削弱他的影响，越显得他曾经有多强大。他们越想把他藏起来，越把他推得更显眼。他像一张没法撕掉的封面，你可以批他，却不能不提他。到了近现代，武则天的形象开始翻红，尤其是20世纪之后，女性意识逐渐抬头，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她。
这真的是一个乱政的女人吗？还是只是一个在男权规则里杀出重围的制度破坏者？有人说她是古代第一位女 CEO， 不仅登顶权力巅峰，还完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管理改革。也有人说她是女性崛起的象征，证明了女人不仅能撑起后宫，也能治理江山。她的铁腕和温情并存，远远超出了时代对女性角色的想象。而无字碑也从原本的罪证变成了一种勇气的象征。越来越多的解读者说，他之所以不写，不是因为他怕被评价，而是他太清楚，任何字都会变味，任何评语都会被利用，那不如沉默，让历史自行喧哗。这块碑如今已不仅是武则天个人的象征，而是整个历史叙事中未知、不可控、反主流的一个符号。它像一个黑洞，吸进所有的评说，又从不真正回应。它像一面镜子，每个人从他身上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价值观和时代背景。而武则天呢，早已退出舞台，但她留的这个局依然在让人绕圈。你说她厉害吧，她没留一句话；你说她神秘吧，她一生活得太明白；你说她失败吧，可每个试图超越她的人都成了她的影子。她没有回头讲清楚，但她留下了一道永远填不满的空，而这空就够你讲1000年。无字碑越传越玄，传着传着，连怪力乱神也跟着上了头。乾陵成了风水禁地，无字碑成了灵异热搜。坊间开始出现各种离奇版本，有说夜里碑上会发光，有说夜雨之后会浮出字迹，还有人声称听见碑下传来低语，说的是没人听得懂的古语。你以为这是鬼故事，其实是历史进入民间之后最自然的反应。当逻辑解释不了，人就会用想象去填补。最初这些故事只是在市井茶馆流传，小贩边卖糖葫芦边瞎编。那碑不是空的，是刻了引字，得在7月15晚上用童子之血点灯照才能显现。听得孩童头皮发麻，转头却又忍不住偷偷看。再后来，演绎版本越来越离谱，连盗墓贼都来凑热闹，说乾陵底下机关重重，谁敢动武则天的棺椁，碑上就会显灵报应。真有人信了，清代有盗墓者夜探乾陵，结果突遇山洪，全军覆没。这事一传十，十传百，立刻就和无字碑的诅咒绑在一起，从此没人再敢动乾陵，一草一木。碑前每天香火不断，甚至有村民把无字碑当成许愿圣地，求姻缘、求发财、求升官，连彩票都有人在那儿念号。你说这是不是离谱？可说到底，这些怪谈并不是为了吓人，而是为了解释不清的东西。人类对空白总是难以忍受，越是没写就越要去读，越是无声就越要想象里面藏了多少秘密。历史越不说话，众人就越想把嘴凑上去。围绕无字碑的流言越来越多。有人说那块碑其实是机关入口，真正的墓室通道在碑下。还有人说武则天没死，而是假死，金蝉脱壳，尸体藏在碑后某个密室里。连乾陵本身都从一座帝王陵变成了东方金字塔。但你以为只有市井在编故事？不，连文人雅士也没闲着。诗人们走访碑前，吟咏碑空心不空，词客抒情，无字胜千言。书法家模仿碑体，刻印空篆，连儒家学者也被逼着讲点无字之道，硬是往里面塞哲理。还有更大胆的，直接把武则天神化，说她是地藏菩萨转世，空碑是为了不露真名，不入轮回。又有人说
他其实修成大成正果，成佛升天，碑文是用天书写的，凡人看不到。再加上各路风水师、命理师、阴阳先生加入战场，武则天的无字碑彻底从历史遗迹变成了民间玄学的核心景点。有趣的是，越荒唐的传说越能穿越时间流传下来。就像老百姓永远记得诸葛亮七擒孟获，却不一定知道他什么时候去世。能背出岳母刺字的，未必知道岳飞最早在哪儿立功。人们不是非要信什么，而是非得有点故事。而无字碑恰恰给了故事最大的空间。他不写一字，却开放了解释权限；他不做解释，却容纳所有投射。你可以当它是神秘象征，也可以当它是故意装神弄鬼。不管怎么说，你都绕不开它。这就像是他留在人间的一只耳朵，静静地听你评说、揣测、赞美、诋毁，然后都不回应，反而让你更慌。而最可怕的是，没有人能验证真假。乾陵至今未曾大开，连最强文播团队也只能在外围用雷达扫描。每次有动乾陵的想法，不是天气变坏，就是现场出事，不是设备出故障，就是资金卡壳，搞得像真有东西在阻拦似的。考古学者既兴奋又焦虑，兴奋的是他们面前有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帝王陵墓，焦虑的是只要动了那块碑，就像动了某种禁忌，人心的想象比机关暗示更难解。这让无字碑的诡异传说越滚越大。网络时代后，连国外的神秘主义论坛都开始研究它。有人把它和埃及金字塔、复活节岛巨像并列，说这是全球3大石碑谜团。甚至还有人提出它是外星人留在中国的坐标标记。这时候连乾陵的风水图都被批成了星图，碑的位置正好对应某颗未知行星。听起来很扯，但正因为扯，它才能不断发酵。理性解释会过期，荒诞想象才会长寿。你可以质疑任何一种说法，却很难否认它可能是真的。无字碑的成功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他创造了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可能。而这可能才是武则天真正的高招。他太懂人性了，懂人类对空的焦虑，也懂人对谜的执着。他留下的不是一句千秋功过，而是一个你以为你懂，其实你不懂的陷阱。你越想理解它，就越发现理解无门；你越想解读这块碑，就越陷入自己编织的迷宫。无字碑像一个没有出口的问号，一直立在历史正中，不是要你答题，而是逼你思考。而你一旦开始思考，就已经走进了他设下的局。人这一生最怕的不是被人误解，而是死后被人定义。武则天最清楚这个规律，所以她提前把定义权收回了。你想骂我、夸我、评我、写我，好，你说去吧，但我的结局不由你定，我连一笔都不写，看你怎么落笔。他这一手把后世所有想定性他的人全都晾在风中。可人心偏不信邪，尤其是读书人，你不写我来写，你不说我来补。于是从他死的那一刻起，所有人都在抢着为他写碑，只不过那些碑都不是石碑，是嘴上的碑，书里的碑，观念里的碑。有人说他功盖千秋，有人说他祸国殃民，有人说他是女权先驱，有人说他是政治妖姬。可越是争吵，越是说明一件事，他留下的不是一段历史，而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评语。无字碑的空成了所有立场的投影面，谁站在他面前都得先掂量自己到底信什么。他到底怕不怕别人评价他？这问题其实问错了。
他不是怕，他是不屑。在那个人人求青史留名的时代，他反其道而行，不留名，不留言，不留遗嘱，甚至史官想写他的功绩都找不到官方文案。这种主动断档的行为在帝王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你以为这是一种逃避，其实是一种绝对的掌控。他一生掌权，无所不控，临死也要控制评价的可能性。你可以说他狠，但也得佩服他能狠到最后一刻，狠得干净利落，狠得高明得体。而更讽刺的是，历史上很多皇帝活着时呼风唤雨，死后却没人记得他们说过一句话，反倒是他什么都没说，留下的记忆却最深。你可以忘记武则天立了多少法令，杀了多少人，修了多少路，但你不会忘记他是那个不留一字的皇帝。而他这种空白留名的方式，在传统文化中本就具有一种极高的审美张力。中国讲究留白，画里留白是云，是水，是空间；诗里留白是余韵，是意味，是不说尽。而武则天的无字碑正好用帝王之身演绎了政治留白的极致。他不说自己的立场，不讲自己的结局，不提前站队，不主动标注，是因为他深知任何一个立场都是时代的临时产物，而他要做的是跳出时代，让所有立场来围着他转。他成了一个坐标，谁想靠近就得先问问自己站在哪儿。而那些企图给他盖章的人最终都失败了。你可以在史书上写他背礼乱常，可以在著书中批他女主干政，可以在课堂上讲他史无前例，但这些声音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他确实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而且做完了还不留痕迹。你说他是欲望的化身，他比谁都克制；你说他是控制狂，他比谁都能放；你说他是为了名留青史，他偏不写一个字。他是反逻辑的，反套路的，反人设的。你想定义他，他早就撤出了定义场。他不是只做贤后，也不是专演女强人，他可以温柔，可以杀伐，可以听劝，也可以绝情。他不被某一类人喜爱，却能被所有人记住。这种不讨好的存在方式，在权力场上极其罕见。历史太多成也评价，败也评价的人物，他们靠一纸评价得势，最后也被一纸批文打落尘埃。而他不给你评价的机会，逼得你只能绕着他小心翼翼地揣测。正因为如此，那些真正搞史的人对他是又爱又恨，爱的是他的故事实在精彩，恨的是他不给答案。他是活成了一个悬案，每一代人都想破案，但每破一次就发现谜底变了样。而这也带出一个更深层的哲理：人究竟能不能真正定义另一个人，特别是像他这种超越常规的人。史书试图定他，文学试图演他，民间传说试图神化他，可他自己呢？他一句话都没留下，连我是怎样的人都没说。这就像他站在历史尽头，朝我们挑了挑眉，什么都没说，只留下一块石碑，让我们在上面反复找字。我们越找他越笑，我们越急他越静。而我们最终可能要面对一个残酷事实，他根本不在乎我们怎么想他，而我们却始终在意他到底是个什么人。无字碑不说话，但他却一直在说。他不讲真相，而是让所有靠近他的人开始讲出自己的版本。也许这才是武则天真正想留下的东西，不是一个确定的他是谁，而是一个永远在变化的你怎么看他。他从来没想当一个答案，
他要做的是一个问题。那么，他真正想留下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搞清楚他在意的是什么。他在意面子吗？从来不是。他在意人设吗？更不是。他能图忠臣，也能提拔直臣，能说自己是观音托梦，也能立下密告制度。他从来不纠结我看起来像什么，他只在意我能不能把事情做成。从他10几岁进宫开始，就知道什么是结果导向。他活的不是为了证明女人可以，也不是为了挑战父权社会，他只是在一格一格的走棋，走到最后，发现那张棋盘已经变成他自己的了。他的手段确实狠，他除掉的不是威胁，就是绊脚石；他提拔的不是忠臣，就是会干事的实用派。他没时间也没耐心搞什么道德塑形，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能办事者用之，只要你能执行，他管你出身极品，长得好不好看，是不是男人。这也是他和传统帝王最大的不同，他不是在维持秩序，而是在重新定义秩序。别人当皇帝是为了继承，他当皇帝是为了重构。别人是守城，他是造局。这种角色注定无法靠几千字碑文收场，因为常规的评价方式根本不适用于他。他如果写了字，反而是把自己装进别人期待的盒子里。所以他不写，他知道不写才是最大的表达。我不告诉你我是谁，我让你自己决定你要怎么看我。这不是装神弄鬼，是彻头彻尾的清醒。他看透了人是怎么被记住的这个游戏规则，也知道被记住其实比被理解更重要，而无字正是记忆最牢的钩子。就像一个人走进房间，如果你正襟危坐，别人会记住你的话，但如果你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反而所有人都在回味你到底什么意思。他就是那个走进历史房间却不留台词的人，你记不住别人的名字，却永远忘不了他那个背影。而他留给历史的第二个东西是可能性。在他之前，没有女人当过皇帝，后宫可以干政，但登基是禁区。他之后，没人再成功效仿，但那条路被走出来了。他把女人当皇帝这件事儿从不存在变成了曾存在。这种破局意义比他当年登基的那一刻还要重要。他不是一个女皇那么简单，他是一个选项。在那个男权铁板一块的年代，他用实际行动把铁板撬出了一道缝。这道缝之后有没有人走进去，那是后人的事，但只要他走过，世界就再也不能假装这条路从未存在。他自己也说过，我不求流芳百世，只求不被淹没。而无字碑的存在恰恰保证了这一点。他不需要别人传颂，他自己就能活。他不需要解释，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第三个，他真正想留下的是不服也得看着我的压迫感。他知道后人会不服，会骂他祸水妖后弑子者。他知道士为知己者死的南文人不会轻易为他写传，也知道他死后会被清算、被贬损、被篡改。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种不服的一种反制。你可以讨厌我，但你不能绕过我。这句话他没说出口，却写进了行为逻辑里。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统治方式，可以质疑他的道德取向，但你必须承认他存在过，做到过，并且没人能复制。而那块无字碑就是他给不服的人的最后一击。你越想从它上面找到漏洞，它越安静地像一面镜子，让你看到自己的偏见、自负、局限。你觉得他不配，那请你先做到他那一步。你觉得他做的不对，那请你来改写他留下的这块石头。到最后，他留下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种姿态。你不能忘记我，你不能取代我，
你甚至不能评价我，你能做的只有围着我转。他用无字实现了万字皆无效的终极控场术。他不是沉默，而是拒绝被翻译，而正是这种拒绝，反而让所有人不停地去翻译，不停地去讲它、写它、想它。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热议的死人之一。活着时他控制天下，死后他控制话语。他从权力顶端走到记忆深处，从皇位退下，却永远没被挤出讨论中心。这种掌控感，他生前拿得稳，死后也攥得紧，而这一切连一个字都没用。武则天成了中国史上绕不开的名字，而她背后的那个巨大标签“女皇”也成了后世最方便的切入口。但问题来了，她真的是女性解放的旗手吗？她真的在为女权发声吗？很多人想当然地套上了女性第一人、女权先锋的光环，可如果你细看她的一生，你会发现她从未说过我要为天下女子争气，她只是单纯的想赢。她不靠我是女人所以要被特别对待，也不靠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她靠的是一套比男人还要老辣的权谋系统，比大臣更硬的执行力，比读书人更清醒的战略视野。她不是在争女性权利，她是在打破性别式门槛的这件事本身。她从不讲男女平权，甚至她在登基后对其他女性的限制并没有松绑。她重用女性吗？也没有。她提拔的是谁听话谁有用，不管你是男是女。她设置的制度也没有为女子专设特别赛道，她从不搞姐妹联盟，也不扶持女官集团。换句话说，她当女皇这件事儿从头到尾都是她一个人的独奏曲，孤身上阵。所以如果说她是女权先锋，那她做的是走出去，而不是带上去。她打通了一个封闭的天花板，但她没有铺一条通道让别人跟上。她告诉你女人也能，但她没义务，也没兴趣告诉你怎么也能。她用自己证明了一件事儿：性别不是借口，但也不是资格。这也正是为什么她死后没再出现第二个女皇，不是没人想当，而是没人能像她那样彻底。那些后来的想学她的女性政权人物，往往学了一半就卡壳了。有的学了权谋，却没有她的胆；有的学了刚硬，却没有她的细；还有的只学会了女皇造型，却连最基本的统筹能力都没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韦皇后，她几乎照搬武则天的崛起路线，由内宫起家，拉拢权臣，暗中击事，图谋称帝。但她没学会武则天最本质的东西，控制节奏。她以为登上巅峰靠的是操作，其实靠的是预判。武则天永远比别人早半步，而韦皇后只是跟着别人走流程，结果被流程吞了。还有太平公主也曾被看作第二个武则天的种子选手，她聪明，政治嗅觉敏锐，出手果断。可惜她高估了时代背景，也低估了对手的决心。她敢想，却没想到朝廷已经不再容得下另一个女皇。她的结局就是那句千古名台词的现实版本。她不是败给了自己，而是败给了已经有一个武则天。更讽刺的是，在武则天身后，女皇这个称号开始被消费。她成了评书里的狠角色，成了舞台剧里的权谋大师，成了影视剧里的复仇女主，甚至成了商场里化妆品柜台的品牌名字。她的形象被拉扯、重构、涂色、剪辑，变成了无数个版本，却越来越远离她本人。有人用她讲女性力量，有人用她演宫斗大戏，
有人用它当历史艺术，可真正想理解它的人少之又少。她不是影视剧里那个表情夸张、语气阴冷的女 boss， 也不是随便穿件龙袍、翻翻眼皮就能演出来的权力化身。她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她不靠口号，不靠身份，不靠标签，她靠的是结果主义。你能成事，那你就是能者；你不能成事，哭再多也没用。这套逻辑听起来不温柔、不浪漫、不励志，但却是真正改变世界的唯一办法。他从没说过我为所有女性而战，他只做到了我以一个女性的身份赢了所有男人，这一点就够了。他没义务为所有人提供成功范本，但它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可能。而对于后人来说，理解它也许永远比模仿它更重要。你不一定要走他的路，甚至他的路根本没人能复制，但他的存在会永远提醒你，有些门是关着的，但有人推开过；有些规则看似不可动摇，但有人动过，还坐上去了。这份存在即是突破的意义，比他当年立法、杀敌、修路、治理天下的所有政绩加起来更有分量，因为他不是做了什么，而是让你可以做这件事变得有据可循。所以，当你站在无字碑前，不必非得为他打抱不平，也不必强行拔高他是女权图腾。他没等着谁理解，他也不需要你为他说话。他已经说完了，只不过方式是沉默。他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是反女权者，他就是一个有极强控制欲的人，一个天生的秩序改造者。他不代表谁，他只代表自己，而这个自己已经足够大，足够强，足够叫千年之后的所有人继续围着他打转。乾陵那块碑，没人能碰，没人敢补，历代王朝都对他保持一种诡异的沉默，想改却又怕动了什么。它就像一口沉睡的钟，敲不得，问不得，越是不响，越让人神经紧绷。而武则天留下的那种无字权威，不仅压住了后人，也冷眼看着每一位坐上龙椅的继任者。他死后，唐朝恢复旧制，历史仿佛试图重设游戏，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帝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了。他打过补丁，改过参数，甚至重写了部分核心代码。唐睿宗再登基，虽然改回了李家天下，可真正的制度走向依旧处处带着武士手笔。比如科举，他生前改革，打破门阀制度，让寒门能靠读书上位，这一点谁也不敢废。哪怕是那些口口声声要清除武士余毒的老臣，也明白这个制度一旦取消，就没人肯安心寒窗10年。于是废其人，留其法成了最常用的操作逻辑。再比如地方管理，他推行的监察体系虽然酷吏已除，但制度仍在，他设置的考科制依旧被后朝采纳并沿用。你可以不用他的人，但你得继续用他的方法。他像一位不在场的掌控者，透过规则继续指挥每一位朝臣。而这些都印证了一点，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性特例，她是个结构改变者。她不是插队登基，而是重新定义了怎么才能登基。她不是临时篡政，而是让制度变得即使没有她，也会朝她设定的方向运转。这种级别的影响在帝王谱系里都极其稀少，很多皇帝死后只剩年号和几个政绩条目，他死后留下的是一整套可以拆分、继承、升级的治理系统。它成了一个模板，不管承不承认，大家都在借用。可是
越是这样，越没人敢轻易评价他，因为太容易被打脸。你骂他严苛，却用了他的励志标准；你说他野心太大，却照搬了他的人才制度；你说他是女货，结果他能让国家安稳几十年。他活得太真实，死得太扎实，弄得所有评价都显得轻薄。于是后人干脆换个思路，不直接评论他，而是绕着他讲其他女人。他变成了参照系，讲慈禧之前先提她一句，讲吕后的时候要比较一下，甚至现代电视剧里写女强人也得说一句有点武则天那味儿。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标高。你强不强，你狠不狠，你能不能掌控全局，都要先问一句，有没有武则天的影子。而他留下的那块碑，就是这个标高的实物版本。他立在那里，不给标准答案，但给你一个尺度。你想填上字吗？请先问你有没有那个资格。这种存在感，是那些写了千字碑文、颁过10道诏书的皇帝所羡慕却得不到的。他们死后连子孙都不读碑文，而他的无字碑却成了后代所有权力故事的起点之一，甚至连文学创作都开始围绕他转。武则天传记、影视剧、小说、话本，几乎每10年都会被重拍重写，每一版都不一样，但又都离不开他那种无可替代的感觉。导演拍不出更强的女主，就只能拍她；作家写不出更震撼的崛起，就只能回头拿她做参考。她被反复演绎、加工，甚至虚构，却始终没人能抹去她的核心。你得承认，她是真的来过，而且真的改变了历史。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他活着的时候费尽心思巩固权力，死后什么都不说，反而活得更久。那些活着时天天出现在奏章、史册、万民伞下的皇帝，早已在记忆中消散，而他一个空白的皇帝，却成了中国历史上存在感最满的统治者之一。因为他早就明白，字是会变的，碑是会被改的，话是会被拿去做别的解释的，只有空白，没有人能篡改，没有人能误解。你怎么想，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事。他不靠字活，他靠留下一个所有人都躲不开的影子活。你愿意赞他也好，骂他也罢，他都不回应。他已经不需要回应，他站得太高了，高到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见，也不用听。他已经从一个人变成一个概念，一个永不消散的谜，一个站在风口上千年不倒的碑。如果说整部中国历史是一条漫长的河，那武则天就是那段逆流而上的激流。她不是被安排在河道里顺着走的人，她是改了水势、凿了心口，甚至换了河名的人。他不只打破规则，他连谁能定规则这件事也顺带质问了一遍。而那块无字碑，就是他留在河岸上的一个记号，不让你忘，这里曾有人逆流成功。可他真的甘心以空碑收尾吗？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一生事无巨细、控制欲极强的皇帝，会在最该写点什么的时刻选择沉默。这不像他，他不是没表达欲的人。他年轻时写诗写文，连批奏折都像文艺创作。他在朝堂上讲女主当心，讲得理直气壮，在宗教场合称则天大圣，毫不含糊。所以这种空更像是有意为之，是他最后一次精准设计。他用无字封住所有口，留一个永远说不完的故事。他用沉默制造最大声量，把后人都变成了解读者。这不是妥协，这是升维操作。别人靠留下话题活在历史里，他靠留下一个空白，
让历史永远闭不上这张嘴。而这空白不是空无，而是装了太多东西，装了它的复杂，它的多面，它的不止于皇帝。他不是在等人来替他盖棺定论，而是在等人来自我暴露。你怎么写它，就说明你怎么看权力，怎么看性别，怎么看历史本身。这比任何碑文都要高级，也残酷得多。那些想赞他的人，会在无字中看见奇迹、眼光和破局；那些想批他的人，会在无字中看见野心、手段和血腥。而那些想避而不谈的人，终究还是得在历史教育里念出他的名字。你无法忽略他，就像你无法无视一块摆在正中间却什么都没写的石头。你想绕过去，他偏偏挡在你必须走的那条道上。你想填点字，他又不是你的纸，是那个一生不曾让别人定义他的人给自己写下的最后沉默剧本。也正因如此，他的传奇还在继续。有人说他是帝王中的艺术，有人说他是女性中的孤立，还有人说他是政治修辞中的完美符号。而在这个人人都想说话的时代，他的无言成了最难忽略的说。那些早已写烂的帝王传反而没人想读，而他的无字碑每年都还有人去看、去拍、去考、去猜。他靠的不是传承，是诱惑；不是遗产，是留白。他不在了，可他的故事永远不算结束，因为那块碑还没说话，而你还在等他开口。可他不会开口，他只会继续立在那里，看你继续猜，继续讲，继续写，直到你意识到，所有关于他的字其实都写在你自己心里。好了，故事说到这里，该安静了。外面天色已经暗透，风轻轻地扫过窗沿，就像黔灵山头的风，1000年来从没停过。那块无字碑还静静立在那里，风吹不动，雨打不破，就像他自己，一生跌宕，死后无声，却始终站在所有人的想象之中。或许你会想，为什么一个人能留下这么多未解的问题？其实他早就把答案藏好了，不是在书里，不在碑上，而是在你我的念头里。你怎么看他，你就看到了你在看待权力、身份、成功、失败时心里藏着的那把尺子。夜深了，放下这些谜题吧，有些空白不需要填满，有些沉默就是最好的回音。